这是一部让所有泰国人都谈之色变的电影。据说片子刚上映，人们就不愿再吃米线，光是听到这2个字就能将隔夜饭吐出来。泰国经典恐怖片《人肉米线》。女孩名叫阿莲，自从跟母亲改嫁到继父家后，就过上了牛马不如的悲催生活。每天不是被母亲家暴，就是被继父父子欺负。一转眼，女孩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下长大成人，可猥琐的父亲却更加变本加厉。母亲看到后，上去就是当头一棒。可狗终究改不了吃屎，父子俩竟然趁阿莲母亲不在，将其轮流侵犯。母亲发现阿莲怀孕，以为她水性杨花，将其一顿毒打。事后还在继父的怂恿下，将阿莲介绍给了现任丈夫。而母亲也在得知真相的第一时间，亲手毒死了父子俩，并将他们做成美食售卖。她认为这种报仇雪恨的滋味，就如同用卓越技术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，做成食物就是为了顶替他们的罪恶。另一边的阿莲起初过得还算幸福，可家中的女佣却对丈夫缠嫌已久，还用琴匠强行占有了男人。至此，老实巴交的丈夫便和女佣倒在了一起。但阿莲还是强忍痛楚生下了女儿小花。自从有了女儿的陪伴，阿莲对生活也有了些许期盼。可女儿天生怪病，她只得早出晚归出摊卖米粉赚钱。没想到这天居家的女儿却无意间撞到了父亲和女佣的奸情，两人担心小孩乱说话，就直接将小花塞进水缸，想要淹死她。不料这一幕正好被阿莲看在眼里，阿莲怒气值爆发，上去就是一榔头。看着严重毁容的丈夫，阿莲转身来到女儿身旁。等他再打开血缸时，发现女儿早已溺水身亡。这一刻，女人彻底崩溃，因为多年的忍气吞声，不仅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，反而害死了自己唯一的女儿。为了给女儿报仇，她将这对狗男女用铁丝捆绑后囚禁了起来。并下了最恶毒的降头，让他们相互啃食。可阿莲却总能感受到女儿的存在。这天，房东上门讨要房租，由于生意惨淡，阿莲希望对方能宽限几天。可贪婪的老头却试图用女人的身体抵消，阿莲宁死不从，将其一顿臭骂。完事后，就推着餐车来到巷口，开始摆摊生活。没想到却正好偶遇一群四处逃窜的抗议学生，赶来的警察手持棍棒，全副武装，在后面不停追赶。阿莲为了保护家当，被迫加入混战。学生安鹏见状，便拉着他向巷子里跑去。在幽深巷子里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互生情。待暴乱结束后，阿莲从巷子里走出，看着眼前的惨状，她只得无奈结束这惨淡的一天。可回家后却发现小花在院中玩耍，阿莲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用皮鞭用力抽打，因为她担心女儿遇到坏人，所以从不让她四处乱跑。感知到母爱的小花主动承认错误，却正好看到餐车上有血流出。阿莲小心翼翼地拉开车门，没想到一具尸体却迎面扑来。原来这个学生在暴乱中受伤，本想躲进推车逃过此劫，没想到却因失血过多死在了里面。女人看到后心生一计，直接就将尸体清洗干净，放进了绞肉机，然后把肉放入碗中，再加上一勺秘制人骨汤汁，一碗美味米粉就大功告成。至此惨淡，生意也火爆的一发不可收拾，街边摊位也迅速晋级成豪华店面。就在阿莲为人肉食材犯难时，一个年轻男人却不请自来。他来这里主要是想找自己的女友。阿莲看了看照片，就将其请到家里享受秘制米粉。吃完米线的男人在房间里四处寻找，突然阿莲来到楼下，在男人伤口处绑上布带，开始用祖传秘方腌制。为了避免男人逃走，阿莲还将他的手指钉在地板上。就在男人努力挣脱铁笼时，阿莲又拿来花椒、大料多种腌制食材，一把一把的塞进了男人的嘴里。虽然男人被塞得面目全非，但他还是靠着顽强毅力获得了短暂自由。没想到却正好目睹了狗男女的死料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被阿莲砍断了手指。男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，阿莲却毫不客气的再次施捕。有了小鲜肉的新鲜食材后，来店里用餐的客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被阿莲米粉店独特的味道所吸引。学生安鹏也闻声来到这里消费，还时不时帮阿莲在店里打下手。一来二去之后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，阿莲也对爱情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，简直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可这天安鹏却发现店里一片狼藉，原来前天晚上房东又登门造访。阿莲想到米粉食材已所剩无几，便再次端来秘制米粉让三人尝鲜。就在三人津津有味的用餐时，阿莲则挥起了巨型砍刀，大开杀戒，随后又将这里伪造成有人闹事的样子。安鹏以为阿莲是受害者，就发誓要保护她、爱护她。而情到深处的两人也进行了深入交流。可醒来后的安鹏却发现阿莲消失不见，他来到后院四处寻找，却从水缸里发现了小花的尸体。
阿莲称水缸里的小花还活着，只不过是生病而已。原来他无法接受丧女之痛，便将女儿的尸体保存在水缸里陪伴自己，却不知抽打女儿的画面全是假象。不明所以的安鹏认为阿莲是个疯婆子，杀死了自己的女儿，也不再顾及往日的山盟海誓，就将其带到警局投案自首。面对警方的审问，阿莲一言不发。此时他脑海里闪现的全是肢解碎肉、腌制尸体的画面。因为问不出有用信息，阿莲被无罪释放。没想到却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安鹏和新女友结伴同行。为了报复背叛自己的安鹏，阿莲直接将新女友请到米粉店做客，还在杯子撒下迷药。毫不知情的女人果然中了圈套。当她醒来后，竟发现自己身处于满是血水的玻璃缸中，里面存放的正是之前的死者尸骨。此时安鹏也从女友母亲那里得知一切，他急忙来到阿莲家询问新女友下落。阿莲没有理会，转身来到地下室。就在他准备分尸时，还好安鹏及时出现。可获救的女友却以为他和阿莲是同党，竟直接将刀对准了男人。不管他怎么解释，女友就是不信。另一边，阿莲已经神志不清，他拿着刀在街上四处乱跑，耳边不断传来女儿的呼唤声。在女儿的召唤下，阿莲来到了一座大桥上，看到躺在水里的女儿，同时多年的痛苦经历也浮现在眼前。他再也不堪重负，选择了一意孤行。警察根据女友提供的线索，在阿莲家的后院挖出大量尸骨残骸。安鹏被当成头号嫌疑人，被捉拿归案。电影结尾，阿莲大难不死，又重新回到了母亲身边。这一刻，抑制多年的泪水也夺眶而出。看着满地尸骸，他仿佛又想起了自己的不堪童年。如果当时脾气暴躁的母亲能多一点关爱，或许这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孩子身上的问题就是家庭教育的映射。作为父母，请树立良好家风，少一些伤害，多一些关爱；少一些家暴，多一些理解。待到风烛残年，追悔莫及，又有何用？